这个猎人刚刚捕获了一只狐狸，不料却被路边的一只白鹿看见。没想到白鹿竟会舍命救下狐狸，可是他们在逃跑的途中不慎掉下了悬崖，幸好被路过的一名好心大娘救下。大娘将白鹿和狐狸带到一棵古树下，从上面采下几片叶子，熬制成汤药喂给他们喝。怎料喝下以后修为大增，狐狸直接幻化成人，而白鹿由于此前撞断了鹿角，便只能化作半人半兽的模样。原来这棵古树乃是当年太上老君遗留下来的仙种所化，传闻它能给人们带来福运。此时双姬留下一句顺风顺水，这个10月必定事事如意的好运连连。从此他们两人便将好心大娘认作母亲。几年后，白鹿和狐狸也已经长大成人，可母亲身为凡人，终究逃不过生老病死。为了给母亲续命，两人便想出了一个计划。白狐化身美艳女子，引诱路过的比丘国国王，只一眼，国王便坠入爱河，当即就把白狐带回王宫，封为王后。从此王后便控制国王颁布新法，命令城中百姓每隔49天就要选出7名孩子，放在自家门口的鹅笼里，而那些孩子则全都被白鹿抓去炼成了丹药，为他们的母亲续命。然而这个方法还是太慢了。一次偶然间，白鹿发现唐僧师徒将要途径比丘国，于是便趁机抓走了唐僧，取了他的血。怎料母亲得知后，宁愿去死也不愿意服下。她不想因为自己害得2个孩子去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，最终他们的母亲还是去世了。白狐本想取下唐僧的心脏，为母亲还魂续命，可却被唐僧当场感化，生死轮回自有定数。既然母亲已死，白狐就想劝白鹿收手。怎料这白鹿抓走唐僧，本意并不是想救母亲，甚至这么多年来抓走的那些孩子也全都被他拿来增强修为了。因为他知道母亲年事已高，死去是早晚的事，倒还不如多为他们自身考虑考虑。原来他们妖怪每隔500年就要经历一次天谴，运气不好当场丧命，运气好的也要被打回原形重新修炼。白鹿认为这所谓的天谴对他们妖怪来说实在是太不公平了，于是他就想要吃了唐僧肉，带领群妖攻上天庭，成为这3界的主宰。白狐在得知真相后，便与白鹿分道扬镳。为了阻止白鹿继续错下去，白狐便去找到唐僧的徒弟们通风报信。孙悟空得知消息后，便找上了门。可怜白鹿最终还是死在了孙悟空的金箍棒下，而比丘国也终于恢复了昔日的平静。